魏无羡笑着喝了一口酒，他的眼里已经有了轻微的醉意。魏无羡把自己的胳膊搭在了江澄的肩膀上，笑得眉眼四溢。夜店里面的灯光音响震耳欲聋，就是大型的蹦迪现场。魏无羡那一双精致的桃花眼在灯光下面显得更加的潋滟，带着清澈的水光。怎么不喝了？江澄你不行啊，就喝这么点儿，一点都不尽兴。魏无羡声线好听，现在染上了酒的原因，听起来有些醉人。江澄白了一眼魏无羡，说道：搞什么呢？大半夜不睡觉，把我喊出来夜店里面蹦迪，这人怕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吧？魏无羡笑得微微低下了头，神色慵懒地晃着自己酒杯里面的酒。怎么，夜生活才刚刚开始，你就要睡觉了？江澄现在不想和这人说话，不知道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推了推魏无羡问道：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什么情况呀？我听说你把人家兰家二公子给抢回家了。魏无羡想到家里的那个人，闷声笑了一声道：说这么难听干什么？什么叫抢啊？这叫交换。江澄简直无语，我都和兰氏集团合作了，我觉得挺公平的，我帮助他们度过了危机，让他们的二公子来伺候我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江澄扶额，简直是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，做个人行吗？我劝你趁早把人家兰二公子放回去，人家在没落，但是根基在那呢，总有东山再起的一天的，我劝你别招惹人家。魏无羡被酒精熏得有点热，他微微松了松领子，露出一片白皙的颈，染上了些红。他哼笑：搞什么呀？好不容易看上这么个对位的，放回去多可惜，正好那个大别墅里面就我一个人空荡荡的，来个人陪我，总不过分吧？江澄懒得搭理他，魏无羡已经醉了，自己要是把他开车送回去吧，还要跑老远的路，要是不开车送回去吧，让家里的那位接他回去，估计也不太现实。想到这里，江澄还是认命的把魏无羡给放到了车上，一路开回了别墅。不过奇怪的是，那兰家二公子居然在门口等着他。没看错，这清清冷冷的气质，一看就是那兰家小公子。蓝忘机声音冷漠：喝酒了？江澄道：我喝的不多，就喝了一点，有人喝的就比较多了，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，你负责把他带回去吧，我要回去睡觉了，困死老子了，都他喵的凌晨2点了。说完，江澄就把躺在后座里面的魏无羡给扶了下来，直接扔给了蓝忘机。蓝忘接住魏无羡，闻着那人一身的酒气，微微的皱了皱眉，他一把把魏无羡抱起来，脚步十分稳当的把魏无羡放在了卧室的床上。魏无羡被酒精烧得脸色潮红，浑身都是热的，呼出的呼吸烫都要命。蓝忘机冷冷地看了一眼已经睡过去的魏无羡，那双眼睛里闪过一丝无奈的情绪，然后去了卫生间，拿起了一个毛巾沾湿了水，轻轻地给魏无羡擦了擦脸，然后又给他盖好了被子，转身走了出去。看着那人沉睡的脸，蓝忘机抓了一把自己的头发，头痛欲裂，他为什么要喜欢上这样的一个人？终于，蓝忘机还是克制不住自己心里的想法，脚步轻轻地走到魏无羡的床边，然后非常非常轻地吻了一下魏无羡滚烫的耳朵。魏无羡睡熟了，根本不会发现，如果这个动作是在他醒的时候做的话，又要发脾气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喜欢你呢？魏无羡第二天酒醒了，看着自己还穿着昨天晚上的衣服，眉眼闪过一丝嫌弃，然后拿着自己的换洗衣服就进了浴室。等他洗完澡出来看了看时间，发现已经早上8点了，离他上班的时间不过只有半个小时而已。宿醉过后的后遗症就是头痛，这时他忽然发现床头上面放着的蜂蜜水，不用说也不用想，肯定是蓝忘机做的。魏无羡冷笑了一声，拿起来一杯蜂蜜水，就把它倒进了浴室的下水道里面。他走下楼，蓝忘机已经把早餐给他做好了，放在了桌子上，然后自己在一旁安安静静的看书，面容清俊好看。魏无羡道：你昨天晚上把我接回来的？蓝忘机道：不是蓝忘机接他回来的，那就是江澄把他送回来的。魏无羡看了看桌子上的早餐，忽然就不想吃了，也不知道自己发的是哪门子脾气。他拿起一旁的西装外套，准备开车往公司走。蓝忘机放下自己手里面的书，提醒他：你还没吃早饭。魏无羡看他那双眼睛没有丝毫的温度，
但是脸上却是笑着的。他说：“我今天不想吃你做的饭了，看起来没有食欲，你明天做好看点，也许我就吃了。”蓝忘机一听，指尖轻轻地颤了颤，了一声也没说话。魏无羡现在好像忽然发现了什么恶趣味一样，他就站在门口看着坐在沙发上面的蓝忘机，说道：“你现在在我这里就要老老实实的听我的话，我想吃什么你就要给我做什么，听到了吗？”蓝忘机老实说道：“我不是什么都会做的。”魏无羡甩了甩自己手里面的车钥匙，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那就学呀，不然你在家干什么呀？”蓝忘机又不吭声了。魏无羡才不自讨没趣，直接开门就走了。蓝忘机就坐在沙发上面坐着，整个人也不说话，神色冰冷。餐桌上面的早饭已经凉透了，蓝忘机放下手中的书，然后把桌子上面的饭倒进了垃圾桶里，整个人都是木然的。其实就算魏无羡不说，蓝忘机也会按照魏无羡的口味学着做饭的，但是这个话从魏无羡嘴里面说出来，就格外的扎人心。2个月了，他陪着魏无羡2个多月了，时间也不短，但是也不长，就是生活有点乏味罢了。见不见啊，他又不喜欢你。蓝忘机忽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了。魏无羡基本一天都不会在家，这一天蓝忘机都是一个人在家的。有时候他会去公园里面坐一坐，但是他又不能远走，因为这个小区的4周都被魏无羡安上了摄像头，全方位、全方面24小时，各个死角都能找到。2个月前，蓝氏的公司被温氏陷害惨遭破产，魏无羡帮了蓝家，要求就是要蓝家的小公子陪他1年。起初蓝家人是死活都同意的，就算破产也不让自己的儿子去做这样的事。2家僵持不下，还是蓝忘机打破了僵局，说他就赔1年，能帮自己家的公司渡过难关的话，这个交易自然还是值得的。当然，这句话里面夹杂着自己多少的私心，蓝忘机一句话都没提。1天过去了，魏无羡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蓝忘机依然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，又喝酒了。蓝忘机看着正在换鞋的魏无羡，说道：“你又喝酒了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应酬啊，哪能不喝酒？”蓝忘机平淡地说道：“可以喝，但是能不能少喝点，伤胃？”魏无羡一听就笑了，他长得好看，面容白皙清透，眉眼四溢，那双桃花眼每次跟你说话的时候都是微微笑着的，眼里面含着水光，带着情意。但是只有蓝忘机知道，魏无羡这样的人是不会轻而易举喜欢别人的。我不去应酬，不喝酒，那我要怎么挣钱呢？他的声音因为喝过酒的缘故，显得有些沙哑，但是在夜色里又显得格外的醉人。见蓝忘机还是在原地没动，魏无羡把自己的西装外套随手一放，朝着蓝忘机微微的勾了勾手说：“过来抱我一下呀，我头晕。”